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突然纪念了南海仲裁案5周年。在菲律宾都不太把仲裁结果当回事的今天，美国人突然跳出来，他想干什么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我想很多朋友应该还记得5年前那个南海仲裁案，当时菲律宾发起仲裁案的时候，中国人是理都没理他，所以那个仲裁结果我们也早就声明过，不具备任何法律效益，我们也不承认。所以呢，到后来杜特尔特成为菲律宾总统之后，杜特尔特也说了，这个仲裁案看上去没有什么意义，没人认嘛，中国不应诉，中国也不认，所以这个效果几乎是0，或者说根本就是0，因为这么多年了，中国的船只就在这儿，谁能赶走呢？谁也赶不走。所以菲律宾自己也想，这个仲裁案搞了半天，折腾了半天，好像是自己赢了一把似的。你看美国报纸也嚷嚷，好像是这个菲律宾赢了1分，但效果呢，没有任何效果，就是美国人那儿摇旗呐喊，菲律宾只是卖个力气而已。反而是这几年，在抛开了仲裁结果的情况下，在杜特尔特的这个任期呢，中国和菲律宾在贸易等等方面开展了充分的合作，取得了很多对菲律宾有益的实际效果。特别是这个马拉维那一次恐怖袭击活动啊，把整个城市打成一片废墟的情况下，是菲律宾军队得到了中国的大量的军事援助，特别是武器弹药的援助，让菲律宾军队能够把马拉维重新拿回来。所以杜特尔特还拿着中国送给他们的一支狙击步枪，告诉民众，就是这支步枪干掉了恐怖分子头目。所以呢，到后来菲律宾这位总统大人也有很多次是替中国说了不少好听的话，包括他们的外长说话对中国不恭谦的时候，这位总统大人还站出来指责外长对中国说话要客气。结果这位外长马上跑出来道歉，说王毅就是我大哥呀，王毅就是我的偶像，话说的真是好听。那么美国这会儿蹦出来想干什么呢？应该是趁着菲律宾总统即将换届，杜特尔特马上走人嘛，他想借这个机会赌一把，也许下一任菲律宾总统可能对中国的态度就不友好了。那么如果下一任总统对中国态度不友好，美国可以事先把这个风声放出来，告诉菲律宾，只要你肯跟中国闹，我撑着你。所以他搬出了1951年的这个美国菲律宾的条约，说只要是中国向菲律宾的舰艇或者飞机开了火，美国马上可以提供军事援助，就是给菲律宾的下一任总统打打气，鼓励他们闹一闹嘛。同时也是给整个东南亚国家看，说你瞧，只要你肯跟这个中国对着干，我们美国就会像支援菲律宾那样支援各个国家。但是不好意思啊，越南最近已经表示了不会选边站，而且越南对中国表示的态度好像更加的热切一点，说的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，发展跟中国的同志加兄弟关系，这条路好像往里切不好切了。再加上中国和东盟签订南海行为准则，而东盟国家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介入也不太欢迎，所以美国支持菲律宾这一手能不能成功，我觉得成功率真是不会很高。另外呢，美国做出这个态势来讲，即使菲律宾方面没有足够的回应，美国这么做也有它的目的，就是你看中国和俄罗斯最近也是高调纪念了中俄友好这个条约，再加上中朝之间呢，也就是最近刚刚庆祝完中朝友好条约也是60周年。那么这2个条约的这种隆重的纪念呢，就有很多人想说，这个中国、朝鲜、俄罗斯会不会在东北亚形成一个新的铁三角？当然了，我们说的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不是同盟，胜似同盟。我们并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跟俄罗斯的军事同盟地位上，但是美国人也感到中国和俄罗斯的靠近会让他们感到非常的紧张。相比之下呢，中俄也好，中朝也好，相互的这种靠近和支持是实打实的。而美国对菲律宾的支持呢，到目前为止恐怕也只是一个口号。我想菲律宾也明白，如果是中国菲律宾发生军事冲突的话，菲律宾坚持不了几分钟，而美国的援助恐怕也是遥遥无期。就算美国人真的到南海提供了军事援助，那么美国人自己也清楚，这个区域离中国大陆那么近，美国海军的编队能展得开吗？如果美国海军编队在这个区域有足够的战斗力和生存能力，美国又何必把自己的作战方向变成分布式杀伤链，变成从第一岛链逐步撤退，变成远离中国呢？所以他自己底气都不足情况下，跑出来要死撑下菲律宾，这就是一个放下诱饵想钓菲律宾这条大鱼的感觉。那么这条大鱼到底肯不肯上钩，肯不肯跟着美国一起反对一下中国，我们就看菲律宾的下一任领导人是不是脑袋够灵，是不是足够聪明。好，今天这个话题呢，我们就说到这儿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